伤害。KO！ 注意看，播球时凶嚣张来滑踢馆，结果惨遭中国小伙一拳打昏迷，称霸拳坛的霸主就此陨落神坛。看到这一幕的播球脸都被气绿了。能与播球平起平坐的泰拳王不多，兴当算是当中最硬的那一个，至此被人们尊称为是泰国最硬的男人。他的腿法堪称是当今社会最锋利的大腿，就连播球都要畏惧3分。酷刑者顾辉面对泰拳王兴当的扫踢，竟被打得毫无反手之力。就在兴当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，中国西楚小霸王横空出世，他叫胡正，是顾辉的大弟子。面对曾击败自己老师的百胜泰拳王，胡正内心没有任何波澜，是要用钢铁般的拳头把兴当打死，为顾辉一雪前耻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胡正是如何当着大家伙的面试审的。不愧是被誉为西楚小霸王的胡正，一上来就贴近兴当内围做动作，像这种打法兴当绝对非常少见。毕竟兴当在中国的年头已经有7、8年了，对中国选手的打法还是略知一二的。不过胡正的打法确实让兴当有点难以招架。兴当被称之为最硬的男人，但是胡正也不差呀。是，小霸王今天开场就给了我们一个惊喜。是的。胡正这种压迫性的打法，也让兴当非常的难受。好，步步紧逼。好，高扫踢，近身顶膝。你看这个兴当还是老练。冲击。兴当的搂抱行为引起了裁判的注意。面对胡正的猛打猛冲，兴当只有消极搂抱来缓解，不然就会被胡正钻空子，甚至会被胡正一系列拳法进攻打死。兴当要注意啊！胡正的这种快节奏的拳法压迫，让兴当在这一个时段内也是有点反应不过来。硬汉兴当也是这个泰国伦皮尼的老人了，是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头，兴当这些年一直被视作类似像史泰龙、施瓦辛格一样的存在。没错，尤其是其虎皮般的砍腿啊、低扫踢啊，是。胡正的打法看似杂乱无章，其实是井条有序，打出的所有进攻都是奔着 KO 兴当去的。既然大家都知道兴当是泰国最硬的男人，但这可是中国的地盘，多次的有效进攻也没能给兴当造成伤害。看来这个兴当的抗击打能力不是一般的强。由此可见，他最硬的这个称号绝非浪得虚名。但是胡正年轻啊，胡正年轻，现在24岁，正当年，是，正是最狠的时候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两个人到底能打出怎么样的火花。是。胡正的这种打法非常细腻，甚至还在场上挑衅他的老前辈。开玩笑，什么叫前辈？前辈就是拿来挑衅用的嘛。说得好。好，要继续贯彻自己的压迫性打法，但是兴当的这种高扫啊，也是非常快。胡正的进攻一刻都没有停止过，面对兴当的反击，胡正依然不屑一顾，内心就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追着兴当暴打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胡正的进攻都不会因此而懈怠。只要有进攻机会，胡正就会猛扑兴当内围做动作。如此一来，兴当的战略在胡正眼里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。你看，兴当大叔一直有保留，一直有所保留。没错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小将胡正要小心了。好，继续连续拳法的输出。胡正也是看得非常的准。好，本回合比赛结束。胡正根本不在乎兴当的反击，只在乎打出的拳头能不能精准命中兴当。还有就是兴当的年龄在这摆着呢，随着年龄的增加，兴当的实力也在不断减弱。反观胡正在20多岁的年龄，岂会惧怕一个即将退出拳坛的拳王？第二回合，还是挺多还行。来，助理领导，好，
好，第二回合比赛开始，第一回合胡正采取了第二回合开始了，胡正还是一如既往的勇猛，连续的拳法打得兴当毫无招架之力。被警告过的兴当也不再实施搂抱，只能在胡正发起进攻的间隙发起防守反击。从胡正的进攻攻势中可以清晰看到，胡正没想把比赛结果交给裁判。俗话说得好，我命由我不由天，年轻人就该这样打。兴当大叔造成伤害，那么你就算消耗点体力也值了。是的。完了，你看看，节奏缓过来了。所以说泰国选手抗击打能力太恐怖了。没错。好，继续。好，继续的密集拳法进攻。加特林一般的拳法。体能逐渐不支的胡正并没有放弃进攻，依然在寻找机会对兴当发起猛攻。手握大比分优势的胡正思路很清晰，虽然进攻攻势减少了很多，但出拳的密度依然没有减少，只是把出拳的精准度提升了好几个层次。好，近身还有膝法。好，连续2拳命中。后手摆拳。刚刚那个摆拳的没追上啊，没追上。好，中好。我看这个兴当打断胡正进攻的节奏的，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有效，这很吓人。也可以看到兴当脸上的表情啊。多次的搂抱让兴当获得了1张黄牌，这张黄牌并没有让兴当沮丧，反观兴当还特别兴奋。看来兴当是没把这场比赛当一回事，或者是胡正打的还是太轻了。给到兴当的时候，你看大叔笑得好开心。是啊。好，继续一波狂风骤雨般的进攻。胡正的拳法从各个点、各个面去击打兴当，轰击兴当的头部，轰击兴当的躯干。但是兴当作为被称为最硬男人的战士，他的硬度也绝非浪得虚名，他的抗击打也绝对够看。是的，我们从多元化、多角度去来观。胡正的进攻攻势虽然降低了很多，但打出的进攻还是可以压制住兴当的。一直处于保守式打法的兴当体能也逐渐开始下降，毕竟年龄在这放着呢。年轻人敢打敢拼，这归属于年轻人。反观兴当已经过了敢打敢拼的年纪，只能选择稳扎稳打来与胡正进行对抗。然而胡正偏偏选择与兴当展开硬碰硬，这就让兴当有点难以招架。非常高的要求的。那当然了，你像这种火力密集度，你的弹药储备还够吗？是。好的，2轮狂风暴雨进攻之后的胡正能看出来略显疲态。没错。你看他的气息啊，就没有大叔稳了。没错。腿非常重。但是胡正这个意识是非常好的，吃到对手的进攻，马上进行反击。好，第2回合结束。这个泰国选手的打法，尤其是老选手，就显得特别的。胡正的勇猛并不是一丁半点，而是全程都在对兴当发起猛攻，即便是进攻攻势下降了许多，但打出的拳脚进攻足以威胁到兴当。然而兴当这位选手最强的就是腿法，在胡正面前，兴当的腿法就跟摆设一样，根本无法有效实施。胡正只和兴当打内围，不和兴当打中远距离，这就导致兴当的腿法无法正常实施。但是我只要投冷子，我很有可能就会给你致命的一击。对。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，我很恐惧跟类似像这种毒蛇型的选手去对战。是的。这就是咱们说的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老选手很有经验，很有经验。是的。来，我们进入第3回合，看一看胡正是否会继续带给我们惊喜的表现。啊，他每一回合之前都跪吗？3败9后啊。是的，这是这个泰国的选手的一种礼仪。
好，进入到决胜局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经过短暂休整的胡正再次对兴当发起猛攻，连续的进攻彻底让兴当失去了反抗，只能在胡正发起主动进攻的空隙实施防守反击。然而这些防守反击对胡正来说根本无实际意义，胡正就是不给兴当在中远距离实施进攻的机会。兴当的腿法大家都比较熟知，难道胡正的教练团队不知道吗？所以胡正赛前所制定的战术打法是没有错的。标志性的中断扫。我们俩人这个互相对攻，这会儿很有效啊，是，都不同程度给对方造成了一些伤害，甚至是困扰。没错，而且两个人你看啊，拳脚相加，打得对方那个火花四溅的。对，对于胡正来讲，这场比赛太重要了。不光是为时间正在1分1秒流逝，胡正的复仇计划依然在井条有序进行中，没有合适的距离，兴当无法实施腿法进攻，只能在近距离时不时对胡正发起一段进攻。总体来说，胡正不仅掌握着比赛节奏，而且还手握大比分优势。这一战真的能够载入史册。是。我们对于年轻的选手而言，真的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。没错，平时再多的，无论是训练技巧还是理论知识，都不如上擂台来一场实战。是，而且是跟经验这么丰富老道的兴当大叔对决，是一种享受，是一种释放，也是一种学习。胡正的猛打猛冲，相信大家都看在眼里。不过这些进攻打在兴当身上，兴当就跟没事人一样。随着时间的变化，胡正的体能也在随之消耗。然而胡正却没有因为体能的问题而暂停对兴当发起进攻，则是继续对兴当实施穷追猛打。大叔就好像咱们平时遇上喝酒的酒友，赎罪，你甭管打他多少下，他都是这德行。对，甚至他的面部表情表现得非常放松，更甚至还带着一丝戏谑啊，这让你看了挺可气的哈。没错，但是呢，你面对他的这种满不在乎的这种挑衅啊，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？对，连续的重拳打出去了，冲出去了，但是呢，对方没有。在比赛结束还有10几秒的时候，兴当终于倒了下去，将近9分钟的猛打猛冲才能把兴当 KO。看来兴当的神话并不是空穴来风，果然是泰国最硬的男人，竟然能顶得住中国小伙几10轮轰炸。一记重拳，他为他的师傅完美的复仇，他击败了兴当。胡正牛逼！漂亮！泰国最硬的男人。我们看一下这一拳。快到了，快到了！最终胡正获得了胜利，成功给师傅顾辉报了仇。38岁的兴当竟然还能在擂台上东征西讨，看来兴当还是没赚够，想在晚年这段时间多捞点回国养老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屏幕前的您会给胡正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与支持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